Hello Kitty 藏尸案，相信有不少朋友听说过，但这个案子除去其残忍的程度，还带有一种说不清的诡异与恐怖。在破案过程中发生的一些突发状况，既玄乎又惊心，不得不让人惊叹一声：善恶终有报，天道好轮回，不信抬头看，苍天饶过谁。今天老烟斗就跟大家说说 Hello Kitty 藏尸案的始末。一、冤魂缠身。夜深，天气已经很热了，屋内的风扇吱呀吱呀地响着，床上的阿芳睡得并不安稳，他好似被噩梦缠身一般，满头大汗，紧皱着眉头，嘴里还念叨着什么。随着他的一声尖叫，这才彻底清醒了过来。他坐起身，发现头发和衣服早就湿透了，就像刚从水里爬出来的一样。他呆呆地看着天花板，脑海里又浮现出这几日一直纠缠着他的恐怖梦境。梦里的那个女人没有穿鞋，露出来的脚上满是伤痕，每朝他靠近一步，身后都会拖着长长的血印。他不停地朝着阿芳靠近，也不知从哪里传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把我的头还给我，把我的头还给我。一连几日都被这相同的噩梦缠绕着，让阿芳濒临崩溃。他找到社工，向其诉苦。也许是真的压抑了太久，阿芳忍不住将2个月前发生的那桩她发誓会埋在肚子里一辈子的事情也说了出来。2. 滔天恶行。几个月前，她和社会上的男友梁胜祖搬到了男友的朋友陈文乐位于尖沙咀加连威老道的家中居住。年仅13岁的阿芳本就是一个问题少女，而她也深知男友这群人都是混社会的，并非善茬，但年幼的她从来没估量过他们的残忍程度，对于他们接下来所做的事更是想象不到。1999年3月17日，阿芳如往常一般回到住所，却发现陈文乐、梁胜祖与另一名叫做梁伟伦的男子正在殴打一位女子。后来他得知，这女子名叫樊敏仪，是一名夜总会舞女，97年的时候偷了陈文乐数千元港币，而作为颇有势力的混混头子，又哪里是那么好惹的呢？陈文乐发现这件事后大为恼火，于是吩咐梁胜祖及梁伟伦向樊敏仪追战。樊敏仪为了还清债务，怀孕后仍然继续接客，但陈文乐一再将欠款数额提高，他实在无力偿还，结果就被这3人拖到了这个住所里施暴了。最开始阿芳以为他们不过是想给樊敏仪一个教训，吓吓她，让她尽快的还款罢了。可是随着事态发展，她发现根本不是她想的那样。他们将住所的窗户通通用木板封了起来，隔挡了所有的阳光，而樊敏仪的人生也随着阳光的消失掉进了地狱了。从她被囚禁开始，她就遭受着非人的虐待。这3人除了殴打她以外，还想方设法地折磨她，在她的伤口上涂辣椒油，逼她吞粪喝尿，并命令她发出笑声。阿芳看着他们的所作所为，她害怕极了。可是身处贼船之上，她也不过就是一个傀儡，除了服从命令，根本不堪有任何质疑。甚至在他们的怂恿胁迫下，她不得不参与进他们这魔鬼式的游戏中。这群人的变态程度已经远超她的想象，她害怕自己有一天会变成第2个樊敏仪。很快樊敏仪就被折磨得神志不清，她不再声嘶力竭的呼救，也不再痛哭流涕的求饶，而是躺在地上，两眼发直，无意识地用手去抠自己伤口上的疤。于是陈文乐又将她的手用电线捆起来，并拿铁棍狠狠地殴打她的双手。这样惨无人道的折磨整整持续了1个多月。在4月中旬，樊敏仪在不甘与屈辱中断了气。阿芳的心中有着说不出的感觉，
他们还是害死了一条人命。但死亡对饱受折磨的樊米仪来说却仍旧没有结束。当陈文乐等人发现樊米仪已经死去之后，他们决定将死者肢解，并将其缝合在一个美人鱼造型的 Hello Kitty 洋娃娃中。自从樊米仪死后，他们就搬走了，而凶案地点就一直控制在那里。附近的邻居时常嗅到该单位内传出强烈恶臭，报警求助，但警方到场后认为是垃圾臭气，未有深入追查。3. 案情败露。直到2个月后，阿芳成日在梦中被冤魂纠缠，终于精神崩溃，控制不住地向一个社工将案情和盘托出。这桩恐怖的案件才终于露出他那狰狞的面貌。1999年5月26日，九龙油尖区警区一队探员带同阿芳到达现场。阿芳疑因惧怕不敢上楼，只在楼上指出案发单位。警员们刚打开单位大门，一阵臭味就扑鼻而来。Hello Kitty 洋娃娃就在眼前不远，已在走廊墙边渗着血迹。警方随即追捕涉案人员。1999年5月27日，陈文乐被抓获。翌日，梁胜祖主动投案，梁伟伦也于次年2月14日被捕。4. 审理判刑。2000年10月9日，这起案件在香港高等法院开审，3名被告被控以谋杀罪、非法禁锢及阻止尸体合法殓葬罪，共3项罪名。3名被告各自承认禁锢或阻止尸体合法殓葬，但全部否认谋杀罪。在自辩时，也互相的推卸责任。梁胜祖与梁伟伦声称一切都是受第一被告陈文乐所指使的。而在法庭上，辩方的3位律师紧紧抓着污点证人，也就是阿芳的年龄不放，认为他是作为控方特赦证人出庭，他的证供薄弱，而且他并没有亲眼见到樊米仪临死前的情形，所以并不能因此判定3位被告真的杀人。法官则表示，特赦证人必须说真话，其证供可信程度不应因为他年纪小而打折扣。经过一场又一场的针锋相对，2000年12月6日，法院判决3名被告谋杀罪名不成立，误杀罪名成立，而本案性质恶劣，遂实行最严厉的刑罚，判处3人终身监禁。正应了开头那句话：善恶终有报，天道好轮回，不信抬头看，苍天饶过谁。只可惜逝去的生命再也回不来了，希望世界能够少一份凶残，多一份包容和美好吧。好了，本期老烟斗鬼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最后别忘了关注老烟斗的官方公众号老烟斗，记住是拼音老烟斗哦，其他都是假冒的。咱们下周下一期不见不散。